然后我们今天讲这个出支好不好？三线穿插的这个出支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还要讲这个构图理论的一个宾主关系，出支之三线穿插。我们出支有几种模式啊？我们画一个框，每一个出支的样式，我们都画一个框来表示它。假如说这是一个画面，那我们出支，我们还是一样的，要中线要找到哈。我们出支，不管出支还是收尾，不要到这个中间，位置。我们讲的构图都是大的，都是大方向，讲构图都是大方向，并不是说我讲的它只是一个小构图。包括我们昨天讲的构图形式，它也是大构图，也是大幅的构图。4尺不管多少尺的构图，它的模式是一样的，没有说分几尺的。假如说这是一个画面，我们出支，从这个地方出支，我们之前讲了，给大家讲了出支，还有收支，还有构图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出支怎么出，往哪里出？那我们先可能说三线交叉的一个出支方法，我们可以先从这里出一支，假如说我们这里出了一个支，这是一个主线，那么我们从这里再出一个支，那我们不要刚好出的这个中间，我们可以上一点点，这是一个副支。那么我们再要有一个破线，破它的，从这边穿插过来的，这是一种形式。还有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形式，出支它是讲的一个大概率啊，不是说一个小概率。一样的，我们要把中线，一样的，我们要错开这些中线。假如我们从这里出，这里出一个支出来，这一个主线，一个副，那我们一样的也可以穿插一个过来，有穿插的，有主，有次，有穿插。还有一个形式，我们不管是大小的这个幅度，我们都是要去推理的，都是按照这个构图的这个原理去推理，假如我们从这里出支，出到这里来，这一个主，一个副，我们出的时候避免到正中间，然后我们可以这一个从这里穿插过来，从这里穿插过去啊，有一个主，有一个次，还有一个破。几种类型，主例说明。还是一样的，我们把中线的位置找来。这一个主线，一个副线，然后我们从这里再破一个破线。还有主例说明多几个类型啊，把我们的这个中折线找出来，我们要避开这些中线。假如我们从这里出到这里来，这一个主，我们有可能从这里出一个副，也有可能啊，从这里出，然后我们这个破的这个从这里出。破到这里来也可以的，这个就是比较悬一点的。我们这里不要平行，最好不要平行，我们要弯一点，不要平行啊，不要平行了。再下一个，还是一样，我们找到这个中线的位置。我们从这上面来出，一个主线，副线，我们可以从这里来破一个，也可以的。这些比较奇特一点的构图，我们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9个例子吧。还有一种这个一样的，找出中线的位置，
找出中线，我们要避开这个中线的位置，不管出支还有落支都要避开这个中线。哎，从这里出到这里来，然后副线从这里出到这里来，我们避开这个中间啊，然后我们的破线可以从这里来破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样子画出来，我们这个破的这个东西要破的那么明显，破的时候可以不要那么明显，就不会。如果说你直接破的很深，三个都是一样的深，都是一个主的话，那你可能你到时候你整幅图就会很奇怪，要有主次之分，这个是主，这个是辅，这个是次，要有主次之分。所以你有的时候这个破线你是在后面的层次里面。在后面的层次就不会显得太突兀了。好，我们从这里出，也可能转个弯，然后辅线，然后呢谱线、破线、主线、谱线、破线。好，我们主9个例子的形式，9个例子。我们找到这个中心位置，然后从这里出一个主支，这里出一个副支，从这里破一个支，这些就比较奇怪，我们一定要避开这个中线的位置，避开这个中线位置。这所谓的就是一个主，一个辅，一个破。我们要记什么？千万不能把这个参差成一个米字形，要记米字形。这个是一个主支，就是所谓的我们的道生一，一生二，然后二生三，三可以生三生万物。然后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幅图里面就3根支，就3个支，我们这还有很多这个辅的，还有很多这种小支，旁边还会有很多这种小支，就所谓的三生万物。一个支是万物之始，然后二为阳与阴，然后3为万象，3个之后，然后后面的我们可以一直延伸，有很多这种它比较虚的，这些比较主要的，然后后面还有很多这种小的支要参插进去，并不是说我们一幅图里面只画这3条支就可以了。如果你一幅图只有一个主支的话，只有一的话，那么整幅画面是没有矛盾，也没有对比，也没有变化。我们一直在讲的，我们的画面要有什么？我们画画要画什么？再画什么？再画对比，再画变化。我们要不断的有矛盾，然后我们不断的又去把这个矛盾去虚化掉，把它统一掉，然后从这些对比变化还有矛盾中去统一这个画面，这个画面才协调，是不是？如果说我们只有了一，那这个一如果只有了一，是不是就看不出来它的一个变化了？如果有了二，那么它就产生了一个大小的变化。你看这个一哈，假如说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一，那这个是二，那么它就有一个什么变化？大小的变化，还有一个粗细的变化，还有一个长短的变化，是不是这个变化就出来了？还有一个，我们还可以画一个虚实、浓淡，还有远近。我们有了二之后，我们这些变化都会有，是不是？有了二之后，我们可以有多少变化？有多少这个对比？有了大小。有了二一哈，有了二之后，我们有这个什么大小，还有这个粗细，还有什么长短，还有什么虚实。有了二之后，我们有大小，我们来找哈，找我们的变化，有大小，有粗细，有长短，有虚实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浓淡。我们可以一可以浓，二可以淡嘛，还有浓淡。还有什么？还有远近。
你看我们有了2之后，多少变化，多少矛盾都出来，有这么多哈，有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有了2之后，我们画面丰富了多少？有这么多对比出来。然后有了3呢？有了3之后呢？有了3之后，我们这个画面就产生了什么？产生了起伏，还有什么疏密？还有聚散，等等的千变万化，真的是还可以后面继续千变万化。有了3之后，3可以生万物，万物就是千变万化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是一个大概率，我们讲的这个初值是一个大概率，并不是说我们讲的是小幅构图，还是4尺构图，还是6尺构图，我们讲的是整个画面的一个构图，明白吗？好，我们这个是讲的这个出枝哈，然后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上次的构图。上次我们讲了构图哈，我们上次讲了一个起舍，然后我们今天讲一个宾主。画面需要有宾有主，我们也画一个图来示例啊。假如说这个石头啊，这是一个石头，这是一个石头，它是主，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小的，这些是宾。那我们要把这个宾和主，如果只有主的话，它就显得有主无宾，它就显得整个画面会很单调。然后有宾无主呢，画面集中不起来，它很散，是不是？大家看到没有？如果说这些石头没有主的话，整个画面就会很散。所以说一般一个画面中，这个主的形象要突出，而且要夸张，必须要夸张。画要有宾有主，也不能让这个宾胜过了这个主，而且还要互相什么？互相照应。宾和主要互相照应，不能使这个宾和主孤立起来。假如说我们这个宾在这里，我把主安排在远远的，把它孤立起来也不行。那如果说我们这样子安排，把这个石头安排在这里啊，石头安排在这里，这个大的这个主安排在这里，那我们要安排这个宾怎么安排呢？我们可以在这边安排2个，这边我这随便的示意啊，这边我们安排多一点，那这里又产生了一个什么？产生了一个多和少，这边多，这边多，这边这个宾这边少，然后这里是主，这里是主，然后这个就互相的照应，互相的呼应，它不会离得很远，把这个任何一种去孤立起来，不能先宾夺主。我们讲到这个宾主关系啊，但是我们画面除了这个宾主，还要有什么？还要有一个夺目点。假如说我们有宾有主，那还是单调了一点点。假如说我们在假如说这些是石头里面，大石头小石头，那这个画面还有水的话，那我们在这个水里面可以画一个小鱼，那这个小鱼是什么？小鱼就是一个这个画面的一个夺目点，这是一个画面的夺目点。然后我们这个画面是画眼，有很多人会误会，把它误会成了画眼，其实它不是画眼，画眼最终还是我们的这个主，画眼还是这个主，它只是一个夺目点，它其实并不是主，也不是宾，它似乎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跑龙套，它是一个跑龙套的。但是很多人不知道，他都会把它误会成为一个画眼，其实它不是主也不是宾，它是一个跑龙套的角色。
比如说我们一个画面上有牡丹花，有石头，有什么的，牡丹花是主，石头是宾，那我们画一只蝴蝶，画一些小草，或者画一两只鸟，那这些鸟这些东西它就是一个夺目点，它可能在这个画面上很突出，也很醒目，但它并不是画眼，我们千万不要搞错了，它并不是画眼，也不是这个画面的主体，但是它是这个画面一个深色的位置。比如说我这一幅画，再打个比方讲一下这个宾主的事情啊。我上次画的一幅画，那个3尺的，我们是一个3尺的是吧？我们在这里是不是画了一个石头？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我们是不是这样子画了一个石头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画了一个石头，以那个画面来讲这个宾主这个事情哈，因为是我画过的，所以这样子更加讲更加贴切。然后我们不是画了一个石头吗？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在这里画了一朵花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在这里还画了一朵花，是吧？我们在这里画了2只小鸟哈，这里画了2只鸟，是不是？然后在这里还画了一朵花，是吧？那这幅画面的什么？这些有叶子我们就不管了，叶子都是陪衬的嘛。这里画了一个小花苞。那这幅画面什么是主？花是主，这3朵花是主，这个是主哈，这个花是主。然后这个是花哈，这个石头为宾。然后呢，这2只小鸟，所谓的两只小鸟，我们说的这个夺目点，那这2只小鸟它就是夺目点了。但是很多人会误会这个夺目点，把这个夺目点误会成为画眼，其实错了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夺目点画得很精彩，也很突出，但是其实它就是一个跑龙套的，它不是，因为我们这个画面，这个牡丹花已经把它画得那么美，不可能就是为了去衬托这个鸟，这个鸟它就是一个跑龙套的，但是它也很重要，其实它在画面上给这个画面添了色彩，也添了这个动感，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夺目点，就是一个跑龙套的。这样子讲大家理解吗？画眼就是主，就是画眼，主是画眼。我们要突出什么就是画眼。你画这幅牡丹，你要突出牡丹就是画眼。假如说你这幅画你要突出鸟，你把牡丹都给虚化了，那么鸟才是重点。其实鸟它其实也占的是一个黄金位置。如果说你这幅画你要突出鸟，那你把这些牡丹、石头这些东西全部要虚化掉，你要把这个鸟画的突出来，那么鸟就是这个画眼。你看你这个画面你想表达什么？理解吗？好的，我们今天的基础知识就分享到这里。